电动版的50 mini 大家可能见惯不惯，但是纯电加增程器的混动50风光 mini，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呢？大家好，我是开车50风光 mini 去摆摊卖螺蛳粉自驾全国的老根，也是我们出发的第2天，从南岳衡山直接开车到广西柳州，到达我们的根据地。衡山到柳州全程将近570公里。我要开的这辆混动版的50 mini， 中途不充电，花将近10个小时的时间把它开到柳州，进行车辆的最后的升级改造，以及我们摆摊螺蛳粉的最后的筹备工作。下面大家跟着我的镜头，我们一起出发。现在我们到加油站把这个车的油箱了。油箱在上面，我来开了。这可把加油给走。9加满。开着纯电车来加油，阿姐阿姐一会放电，油箱不是很大，很快就加满。阿姐此刻在想啥？我们现在打开增程式发电机，让它边跑边充电。车辆静止的状态，现在已经开始在充电，调到25安。如果以前梦想跑这么高速，看一下跑了31公里，只掉了1%的续航。路过衡阳南华大学，来到启东县，离开衡阳，进入柳州市，进入市区不想堵车了，准备上高速。现在我们关闭发电机，到柳州了。这电多的根本用不完，高速上消耗一下。再见湖南国道575次，桂柳高速修路堵车，还是继续走国道吧。进入柳州地界，第一件事必须说碗螺蛳粉。凌晨1点的柳州人还很多，我的妈，终于到了，半路上还被人逮到了，跑了570公里，还剩16%的电。现在是凌晨1点半，我们到达了柳州5星步行街，这个是柳州的市中心，也是外地游客来柳州必打卡的地方。今天总共570公里，差不多开了整整12个小时，太累了。休息一下，明天我们开始去准备螺蛳粉的原材料，开启我们摆摊自驾全国之旅。很多朋友对我身后这台增程版的50风光 mini 非常感兴趣，经常在评论区或者私信问我一些相关问题。今天这期视频我就带大家详细的了解一下，包括我也会把这个增程器完全打开，带大家看一下里面内部的结构。视频有点长，再加上这个视频里面的内容可能有点敏感，我担心官方会给限流，还有一些热心群众动不动就举报艾特，所以说先点赞收藏，能下载的话可以先下载。下面我将以一个使用了这个增程器1年的时间的矮家，给大家进行一个要公正、比较客观，没有任何夸大或者说去美化它的一个嫌疑。下面大家跟着我的镜头，我们一起来先看一下这个增程器它里面的内部结构是怎么样的。看一下，首先我们这个增程器是装在车顶，车顶有一个好处就是给我们可以操控的空间会大一点，需要装到车底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装在车底没办法给它装那个水冷系统，功能没有这么好。现在我把它打开，摆在这个梯子往上面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这个行李箱高度的话不要超过30公分就可以了，或者说你的车子如果说它自带行李架是不需要备案，弹幕上面有照你查到也是不违法的。打开了以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是我们的油箱，油箱是将近有13.5升装满油，这个是它的一个热度表，可以看里面还剩了多少油。这个是它的一个排烟的管道，这个是一个125动力型的摩托车动力机，我们是通过这一个驱动来给我们发电机提供动能的。上面那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发电装置，往后面走，这个是一个散热，它有一把风扇，后面还有一个水箱，水箱的话也装了一个水泵，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冷却的液体导上来，往这个发动机里面走。为什么我说装车底没有装车顶好？因为装车底没有这么大的空间让你放一个这么大的散热的装置进去，一旦没有这个散热，发动机运行久了，第一个它影响它的使用寿命，第二个它的工作性能也没有这么稳定。里面那里有一个继电器，相当于就是你把电拉起来以后，还要通过这个中转，你也可以理解为它就是增程器把这个电往我们下面的电池里面送，那的话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车子一边走可以一边充电。而我们常规的这种发电机，它只能够停车的时候把发电机打开，然后通过发电机的电给我们的车进行一个充电。看看后面的水箱，水箱在那里，这个是我们内部的一个结构。当我们开起来的时候，发电机噪音是有的，因为我们上面背了一个摩托车的发动机在上面。我们边走的时候，因为有空气流动，可以把这个发电机的功率开大一点点。但是如果说当我们副车充电，就尽量把这个盖子打开，让它的空气流动更快，发动机的它的一个散热性也会更好。另外要跟大家分享一点，这个增程器它这个电怎么样驱动我们这个车？其实它的工作原理就是通过上面发电以后接到那个我们电动车动能回收的那个接口那里。每一台电动车都有一个动能回收，是不通过电机进电池的。而且我们在路上走的时候呢，是边走边消耗。如果说我们用的电比发的电要大，就需要把电池里面的电放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我开这个车，它的功率不是很大的情况下面，也可以跑个600公里左右的一个续航。比如说我的车电是25安，我的耗电量是50安，那这里我的电池实际上只用了25安的一个放电量，25安相当于我们要跑8个小时才能够把它消耗掉。你按照时速780的速度，不过可以让你支撑500-600公里的续航。而且通过动能回收，对电池的这个损伤也没有这么大。这是我们充电机的功率，那就一定要稳定。如果说你一旦你的充电机的功率不稳定，第一个要么就出不了电，第二个充进去的电可能对于电池可能也没有那么好。第3点。大家很多人在问我的车能不能够装什么样的车适合装，这样我跟大家这么说，没有开过电动车的人应该没有这样的体会，就续航焦虑。尤其是像我们这个50风光 mini， 作为我们很多年轻人的第一台车，或者说能够买得起来的车，是它性价比比较高，尤其是170、180公里续航的。但是这个车只是作为城市的代步是刚刚好，但是如果说你要跑个哪怕跑个中途，跑个200公里，都心里面有一点底。再加上电动车它有一个打折率，你开了空调，有的时候爬坡，本身你可能200公里续航，最终只能让你跑个150。上高速的话那就更加不敢想了。而我们这种电动车300公里以内，城区用的比较多，偶尔有要去远方或者说走远的地方，去使用那种公共的交通工具，就想自己开车。这个时候你有这个增程器。上面加点油，很多人就又在纠结，既然你又要加油，为什么不去买个油车？我刚才也说过了，年轻人的第一台车，这个车，你说中途要去换，肯定也不划算，买新车成本又不高。但是我们大部分的场景都是在城市里面用的多，你说跑长途、跑远路，它只是一个偶然性的东西。适合像我这样，那喜欢出来自驾的成本用车成本很低，因为这个车它有很多的优点。第一个，车子小，轴距短，它的通过性比较强，而且到了很多地方停车也好，包括应对各种路况、窄的路况或者说烂的路况，它这个通过性都还是可以的。尤其是到了高海拔地区，电动车它不像油车会有高反，所以开这个车它的安全系数也是更高一点。50 mini， 什么吉利的熊猫、长安的那个糯玉米、奇瑞的小蚂蚁，还有各种类似微型电动车，你有2台车我们就不说了。如果说你有一台油车就不说了。如果说你刚好只有1台车，你又没有多余的预算再去买一台更高续航的，或者说再去换一台油车的情况下面，这样的一个增程器的方案是可以考虑的，因为它哪怕是烧油，油耗也不低。像我这一个大概是1升油发3度电，相当于是2块5、6毛钱一度电。我们自己在家里充可能只要5、6毛，到外面充电桩去充可能是1块到1块5之间。像新疆那些地方，1度电的成本就是去充电桩充电，基本上都到了2块6、2块8，甚至到了3块多。那增程器用这个发电，它的成本是差不多的。这样的话我就没有了任何的续航焦虑。
我走到哪里我就可以到哪里充，不需要等它充电桩。这也是增程器它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彻底解决我们的一个续航焦虑。我开这个车出来已经有从9月中旬到现在马上快1个月了。其实无论是我这个车只有1%的电的时候，还是说我这个车在半路上面跑，离我的目的地还有这么远，我都没有任何的续航焦虑，我也不用提前去做路线规划，因为我这个车我走到哪里我都可以充电，电的情况下面我还是可以继续充电，哪怕那些0%的时候，感觉续航已经没有了，跑不动了，只要我把上面的增程器打开，停车充个12分钟，让它一边跑一边充，这个电量是可以足够维持我继续跑200公里都可以的。说了这么多这个车的一个优点，我们来讲一讲它的一个缺点。视频太长了，进主页看下集吧。我们确实有的人有这个续航焦虑的，或者说又没有换车的想法，又想让它续航长一点点，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接上期视频，我们继续说说增程式发电机。说了这么多这个车的一个优点，我们来讲一讲它的一个缺点。刚才直接讲了这个油耗，因为这里很多开油车的，觉得你既然选择新能源，就是一些比较抠的人，想要省钱，结果你又给了个汽油机在上面又要烧汽油，而且油耗好像也并不低，不知道是图个啥。确实也有这一点啊，它的油耗，像我们知道的市面上面最出名的那个理想汽车也是增程式，它的一个增程发电机的功率可能已经到了20千瓦，我们这个最大只能够开到5.5千瓦，这已经是极限了。毕竟它留给我们操作的空间也比较小，包括我们要去做隔音，可能成本的话就越来越高。本来这个车装这个增程器就是为了尽量不换车，或者说省一点点钱，或者说你还要花这么多大价去升级它的隔音，去给它做个什么3缸4缸的一个发动机进去，那个成本就是太高了，相当于那个改那个增程器的成本比这个车的成本都要高，觉得不划算。而且100公里3升油也不多，像档的话，它的100公里就是纯油的基础上面应该到了10升甚至10几升，毕竟它的发电功率比这个更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噪音，噪音肯定是有。说了，它上面是一个125的摩托车发动机，就相当于你平时骑个摩托车那样的声音。你要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接受程度。在车里面你关了窗以后，其实它的声音是不大的。第二个，我们现在也有很多这种什么耳机耳麦，尤其我们开车就习惯听点音乐，你戴个耳机，它有降噪模式，把耳机戴上，任何声音都没有。早段时间我带着我老婆开这个车，大概也跑了将近10天的时间。我老婆是一个女生，对这种声音很敏感。每次我开这个增程器的时候，她也并没有说觉得特别吵，而且有的时候她，比如说她在车上面想要眯一会儿，她想要安静一点，就直接戴个耳机，她听点音乐，完全就没有任何影响。还有一个，因为它牵涉到属于我们家装的东西，也是很多人关心的，它到底是不是违法的？交警叔叔抓不抓？年检怎么样？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质保？那我开这个增程器已经有1年的时间，第一个中途确实有被拦过、被查过，而且要求我打开这个机盖一上，那就没有其他的问题了。这是唯一的一次被拦下来，然后要求打开里面查看的。正常很多情况，我们每次到了有检查的地方，或者说尤其这一次我出来，应该过了大大小小几10个检查站。到了检查站的时候，你就不要傻傻的把这个发动机再打开，你只要在车里面用遥控把这个上面关掉。等你过了检查站的时候，你再把它打开就可以了。它是有改装，但是前提是我这些东西都已经是合法的一个状态，因为我车子它有自带悬疑架。我们凡事的话就不要太明目张胆，也不要太高调，显得我装了这个增程器，我就要到那些叔叔面前去显摆一下，好像我多么了不起。就好像你明知道在骑个摩托车你要戴安全头盔，你平时在路上走你不戴就算了，你等下叔叔在那里查这个东西，你还特意把这个头盔掀了，跑到他面前去，跟他讲，哎，我没戴安全头盔怎么样？你抓我罚我50块钱，是不是？就是大家也不愿反复的去艾特这个东西。我说了，我不是改这个东西的人，我也没有任何商业目的性，也不带任何欺诈性，或者说诱导别人要来装这个东西。因为这个车确实它的保有量现在很高，就单5菱这一个品牌可能都有100多万辆这个车。但是这个车你说它的续航这么短，我们确实有的人有这个续航焦虑的，或者说又没有换车的想法，又想让它续航长一点点，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另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品牌是吧？长安、直几款这样的一个微型车，他们都面临这样一个困境。就你们觉得好像你的车续航的话有500-600公里，那有车可以随便跑，你觉得有这个东西是多此一举，甚至你觉得这个东西都是一个违法，好像影响到了你。我们要将心比心，装不装是你的事情，但是有没有或者这个东西它能不能够实现，或者说它的实现的难度性大不大，这个东西总是需要有人去做，有人去把它分享出来。这一路我环国之旅也是开着这个车，也会一路跟大家持续分享。像这个增程发电机，它到底稳不稳靠，是吧？它的性能怎么样？到了那种极寒的地方，零下几10度的地方，到那种5000米海拔的地方，气压不好的情况下面，它到底能不能够正常运行，或者它运行的时候，它的运行功率、它的稳定性到底怎么样？这都需要有人去测试的。没有哪一个改这个增程器的厂家愿意这样去跑，因为这个它是很消费时间，也比较耗费这个资金的，让大家踩雷，做测评，所以说不用再给我私信啊来指责我，或者说在评论区里面疯狂的这种各种冷嘲热讽。我相信每一个出门在外，无论是自驾也好，还是做攻略的也好，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就像我现在一个人在外面跑，但是有的时候我都感觉还能够坚持多久，也只有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有人看，有人想看，有人喜欢看，我们才能够坚持下去。如果说你们总是这样动不动我走到哪里就艾特到哪里的交警，那种引诱别人去做这种违法的事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帽子戴的有点稍微大了一点。我说了，我没有推销过任何人去装，我也没有告诉他联系方式，我更加的没有接受这个什么改装的这个增程器的人他们的充值，因为之前有人跟我讲过改增程器的，说我推荐一个人成交了就给我500块钱。如果说你这一路过去能够有个1-2个成交，那就是大几万甚至3万的一个收入了，足够比起你去卖什么螺蛳粉，比你去做视频啊那个效果好多了。你看一下评论区有多少人问我在哪里装的，联系方式，包括还有很多私信求我说把联系方式给他，说这个东西哪怕有这些不确定的因素，他们都能够接受，我都委婉的拒绝了。我说这个东西它有利有弊，这个利弊没有宣传的好，等下你就觉得是我跟着你怎么样？我只是做一个纯分享。如果说你们想要装，其实网上你是可以找得到，但是我建议大家先忍住，好吧？这车跑了几万公里以后，这个增程器到底怎么样？是驴子是马，也要拿出来溜一溜，我们才知道。另外就是这个加了增程器以后，它到底会不会影响到你的质保？这点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个车我前后应该进4S店不下5-6次了，也有更换那个电池的继电器，还有包括我进去改快充啊，各种它是完全不影响的。如果说你有这个担心，这发现你加装这个东西还会给你打个小报告啊什么样的，你可以把下面的那个3通，因为它这个是无损安装的，没有破坏一根线，也没有打一个螺丝洞，也没有说改变了你的电池的结构，或者说在你的电池里面加了其他东西进去，
你把3通拔了以后，把那个线收到那个行李箱里面就可以了。我开这个车跟50打交道也打了这么久，甚至我这个车在柳州也还算是很多人都认识，因为我是做了账号，并且这台车还经常出镜的那种。我已经在这么高调的情况下面，这个车你要售后要质保都没有问题，其余的应该大家都不用担心了。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在评论区讨论，私信我的，只要是这个技术方面的问题，我都会回，但是不用反复的私信我这个东西在哪里装的，多少钱装的，这种有诱使性、有这种商业性的一个问题，我确实也不好作答，好吧？谢谢大家，记得给我点个关注。